林婉儿的建议给了叶晨很大的启发。9个位于世界各地的传送阵，可以让它实现全球化的快速机动，而储物戒指则让这种快速机动演变成了一种极其强大的物流运输能力。叶晨那枚戒指内的储物空间，至少也有10万立方米的空间，每次可以携带的物资量大到惊人。如果拿来运载轻质原油，至少能够运载9万吨，基本上和一艘远洋巨轮没什么区别。但问题的关键是，巨轮一次跨洲际航行至少1个月的时间，而叶晨利用传送阵跨洲际穿行，所需要的时间甚至不超过10秒钟。如此一来，以后在9大传送阵之间调度物资会变得非常方便。不过，各种物资的调配和聚拢，叶晨不可能亲力亲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航运公司以及航空物流集散中心，由货运飞机来完成各种物资的集中，再由自己统一收入空间。对叶晨来说，几十亿美金不过9牛1毛，但是这个体量的资金放在任何领域都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叶晨不需要靠航空运输赚钱，所以他没必要像国外的 UPS 或者华夏的顺丰那样去组建一个庞大的货运机队，发展多个枢纽机场作为基地，甚至投资建设一个专门的货运机场。他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在蜀都机场就近找一块地皮，建设一个完备的基地，同时搭建一个10余架货运飞机的机队，基本上就能满足他的所有需求。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种基地不能只在蜀都部署，理论上另外8个传送阵附近也都有建设基地的必要。不过俄罗斯远东地区、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脉、印度尼西亚的塞梅鲁火山山脉都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些地方暂时不着急部署，但美国、日本、欧洲这3个传送阵附近还是要尽快部署一下，这样以后会方便很多。要是再有当初从罗斯柴尔德家族带走4方宝藏这种事，通过传送阵眨眼间就能回国了。思路通了之后，叶晨便立刻开始着手布局。他授意陈泽楷立刻着手成立航运公司，同时让他亲赴蜀都寻找合适的场地。由于航运公司需要的相关手续太多，叶晨让他放弃从头组建，而是直接收购一家资质齐全的公司。鉴于国内航空货运是顺丰一家独大，想收购一个资质齐全又具备足够规模机队的公司不太容易。不过好在叶晨有的是钱，可以一边收购公司，一边扩充机队。而且买飞机并不算什么难事，货运机不用像客运机那样从厂家预定再等待动辄1-2年以上的交付期。现如今国际货运航空领域，绝大多数的货运飞机都是退役的客机改造而成，顺丰机队里客机改货机至少占了90%以上，而且很多都是20多年甚至30多年机龄的老飞机。这种飞机要是还拿来飞客运，可能会让乘客心惊胆战，但飞货运还是老当益壮。不过叶晨给陈泽楷提了一个明确要求，就是不要中短途的窄体货机。那种飞机对普通的快递公司来说是国内干线运输赚钱的利器，但是对他来说完全是鸡肋。他需要的是具备1万公里以上航程的超远程货机，只有这样才方便在各个大洲之间完成调度。交代完陈泽楷，叶晨又联系了负责9玄制药的魏亮，让魏亮安排中药材方面的专家，将自己需要的药材培育在可移动的模块化种植容器内，而且容器还得做到统一的标准和规格，这样将来自己将药材连带种植容器一起全部带到地下城，也能省去重新种植的过程。安排好一切，叶晨便对林婉儿说，林小姐，这些准备还需要时间，我们不妨先将普查之母带回地下城，等南极冬天结束，航运公司和仓储基地以及魏亮这边的准备工作应该进行的差不多了。林婉儿轻轻点头说，那就辛苦公子将普查之母连根移出来，暂存在储物空间内，奴家让老邱和老孙安排一下，
再把我们送回鹤鸣山。叶晨点点头，凭借体内强大充盈的灵气，直接精准地将普查之母的根系完全从土壤中剥离出来，之后便用手轻轻触摸普查之母的枝干，将其收入储物空间。储物空间内的黄花梨木材，虽然不知道已经在这里静置了多少年，但看起来依旧十分新鲜，就像是刚刚砍伐下来一样。所以叶晨推测，这种四维空间应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内部应该没有时间的概念，植物、食物放在其中，大概率不用担心保质期的问题。无论放进去多久，一切也如刚放进去时一样。林婉儿眼见普查之母从叶晨手上凭空消失，惊奇之余，又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便开口问叶晨：“公子，地下城里应该没有泥土吧？”“没有。”叶晨摇了摇头，说：“那些修士似乎也不需要种植任何作物，甚至连花花草草这种植物都不需要。”林婉儿便道：“那还得弄一些泥土过去才稳妥。”叶晨笑着说：“那咱们现在就去一趟香榭丽附近的山林，就是我当初跟常胜伯爵战的地方，那里植被茂密，长势很好，想来土壤也不会差。”林婉儿微笑道：“那奴家开直升机带公子过去吧，很快就能回来。”紫金山庄有一架轻型直升机，林婉儿本身又精通直升机的驾驶，两人一拍即合，当即趁着夜色从紫金山庄出发，前往香榭丽附近的山林。林婉儿一边驾驶直升机，一边通过降噪耳机和对讲系统对叶晨说：“公子，奴家回头可以让老孙动用关系，用科研的名义，在鹤鸣山的传送阵附近建设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到时候往返就会更加方便。从鹤鸣山的传送阵出来，就直接驾驶直升机去蜀都机场，全程只需要20分钟就够了。”叶晨欣喜道：“那可太好了，这一段有了直升机，就等于打通了最后一个环节，就以后回金陵也更方便。”